小都会中的这位大爷不慎摔倒，失去了意识，幸亏有热心市民呼叫了120，救护车及时赶到，准备将大爷送往医院。但救护车司机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小都会没有医院。大家好，有很多小伙伴说小都会缺少一个医院，其实在很久以前，城市中还真有一个医院，这就是以前的老医院，它由多年前的乐高套组4429和60204组合而成，其实就是我用4429的零件给60204做了一个简单的扩建。医院原本在小都会的左下角，后面把它移除是为了给越出越多的街景腾空间，所以老医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个位置。老医院呢年久失修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白色零件都快氧化成米色了。而老医院的内饰也没有很好的被设计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建设一所更大更好的医院。新的医院将占地3块标准街景底板，医院的正门已经初步建好。我们需要搭建的第一个内饰是接待大厅，进门的位置我放了一个消毒液瓶，提醒来往人群注意清洁。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，我们需要一个询问台，帮助市民挂号预约。询问台后方的墙上挂着一台电视，用于显示各种信息。现在很多医院都采用自助挂号，我也做了2台自助挂号机，加速市民们取号的过程。不过看病难免会有等待，所以我又在大厅中添置了几排座椅，供市民们休息。接待大厅搭建完毕，下一个对于医院来说非常重要的设施是药房。我搭建了一系列装满各式各样药品的货架，还有一些药物需要低温保存，所以除了普通的货架外，冰柜也是必不可少。靠近接待大厅的位置，我搭建了2个取药窗口，电脑用于方便医生来核实药物的需求信息。搭建完药房，我们来到大楼的中央，这里我用老方法安装了2台电梯，可以通过电梯前往上面的楼层。现在我们大楼的1层还有快一半的空间。刚刚走路摔倒的大爷还在救护车上呢，剩下的空间我们就来做一个急诊部门。急诊部门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救护车入口。我快速搭建完了救护车入口的车道，车道2旁设置了一些防撞杆。入口上方我搭建了这个巨大的顶棚，用于遮风挡雨。顶棚上又用了一些透明墙板零件提供采光。我们的老医院中有2个带贴纸的零件不错，分别是救护车和紧急入口的标识，于是我把它们放到了新的救护车入口这里。救护车入口完工。回到大楼内部，我们的急诊部门也需要一个服务台，急诊服务台配备了几台电脑以及一个急救电话，然后我在一旁添加了打印机、时钟等辅助设备。急诊的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对付城市内的各种突发情况。我们的救护车已经到达，大爷被成功送至了急诊，救援争分夺秒。我们需要在离救护车入口最近的位置搭建抢救室。我以最快的速度拼搭完了2间抢救室。抢救室的门我根据网上查阅到的图片制作了这个横向推拉结构，里面的沙绿色零件表示的是窗帘。抢救室里配有担架、呼吸机、除颤仪等设备，房间上方配备了一盏无影灯。我们的医生迅速对大爷展开急救。医生正在全力抢救的同时，我们先喘口气来到1楼这个空着的房间，它就是厕所。里面的马桶和洗手池都比较普通，不过既然是医院的厕所，我在里面额外增加了一些扶手，以方便照碍人群如厕。洗手台的旁边还配备了消毒液。和之前的建筑不同，这次我们医院内部将会配备很多厕所，敬请期待。我们回到走廊，我注意到很多医院走廊2边墙的中间都会有一条突出的，
颜色不同的防撞护栏。我们给小都会的新医院也加上这个特征，这下走廊看着就没那么单调了。医院的1楼完成。2楼的楼板已经搭好，我们在楼层中围出电梯井的位置，接下来就是铺地砖环节。铺地砖的环节令人心生舒适，但却是整个建筑中最烧钱的部分。这些常见的平面砖零件单价大部分都不低，零件墙请多上一些这样的常用零件。2楼的主要部门是门诊，我们先来搭建几个诊室。医生的诊室包含办公桌、患者座椅、洗手台、急救箱和检查用的床。我一共做了3个这样的诊室，门口放上了一些椅子供患者等待。每个诊室都坐诊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。我们很快就迎来了几位病人。这位病人在百度上查询后，感觉自己浑身不适，怀疑自己已经身患绝症。这位病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失去了一只手。这位身着衣服的病人声称自己被一只蜘蛛咬了，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化。搭建完诊室，我们要搭建的下一个部门是骨伤科。有一位市民在刷漆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跌倒，急需救治。这里配备了躺椅、绷带和药膏。我在躺椅中间还添加了一层窗帘，提供一些隐私。现在受伤的病人们都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。这位浑身不适的病人还在焦急的会诊，医生建议他去做一个全身检查。所以我们下一个要搭建的部门就是影像科。影像科的第一个检查室是 X 光摄影室，患者可以躺或者坐在机器面前。X 光成像机通过铰链零件安装在上方，可以灵活移动。我们来拍一张 X 光片，看看效果如何。看来 X 光片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。然后我搭建了这个立式胸片架，病人需要怼在机器面前来进行拍摄。除了 X 光外，医院里还有一种常见的检查方式是核磁共振。核磁共振机器为圆筒形，占地面积也不小，它被安放在我们影像科的另一个房间里。病人躺在床板上，会被慢慢的送进机器内部。核磁共振通常会用于检测癌细胞。我们的2个影像检查室搭建完成。发生 X 射线的机器会有辐射，而核磁共振机器需要屏蔽外界的电磁干扰，所以我们需要在检查室外搭建一层厚实的墙和门。在2个检查室的中间，我们需要一个工作人员的操作室。操作室和检查室用透明玻璃相隔，方便医生看到病人的情况。里面配备了一台可以打印检查报告的打印机，比如这一张脑部 X 光片。我在影像科的门外搭建了一个迷你的护士站，包括了一个小型的询问台和饮水机，护士可以在这里帮忙维持影像科的秩序。2楼还剩下角落的一个房间，没错，我们来搭建第2个厕所。厕所里的马桶也配备了扶手，马桶之间有墙板隔开。洗手台、垃圾桶、纸巾等都一一具备。那么我们医院的2楼完成。来到医院的3楼，电梯从这一层开始将换一个方向开门，之后每层的电梯井后都会留有一个小房间，可以用作杂物间或者小仓库。在医院中做身体检查，除了通过影像，还可以通过各种体液，比如血液。我在3楼中间的位置做了一个抽血台，台面上配备了针头。有一位小朋友前来抽血。护士成功取到了小朋友的血液样本，那么血液该去哪边化验呢？在右边的这个大房间里，我们就来搭建一个化验实验室。实验室需要一个密闭无菌的环境，我们快速的堆墙，密码门防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入实验室。血液样本可以通过一旁的小窗交给实验室的工作人员。然后我们就需要搭建实验室中五花八门的设备了。这一排桌子上的各种仪器将用于检测血液，它们分别是 ESR 分析仪，用于检测红细胞沉降率，来反映身体中是否存在炎症；血液学分析仪，测量血细胞的各种参数，比如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，用于生成血常规报告单；凝血分析仪，用于测量血液的凝固功能；血突变染色机，它会对血液玻片进行染色，方便观察细胞形态。
除了血液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身体样品可以被采集。比如在丁东基时期，小都会市民常常需要接受鼻咽拭子采样，也就是检测核酸。这是一台 PCR 分析仪，用于快速检测样品中是否存在病毒。旁边是一排等待检测的鼻咽拭子样品。这是离心机，用于分离液体中密度不同的混合物，方便后续的分析。这是一排尿液样品，这里我用了黄色的零件作为尿液试管标识。这是尿液分析仪，它用来检测尿液中的各项成分，生成尿液报告。这也是一排尿液样品。这是一台电脑，这是一把椅子。这还不是全部，我们实验室的另一边将会有更多的实验设备，包括了恒温箱、显微镜和培养箱。实验室也需要冰箱，这台冰箱比药房的冰柜更大更宽，可以储存更多样品。放在冰箱旁边的是高压杀菌箱，它可以对医疗器械进行彻底的消毒。杀菌箱的门用到了铰链零件，可以自由打开。在搭建了这么多器械之后，我们医院的实验室搭建完毕。3楼的另一端也是一个大房间，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有过吊盐水的经历，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做一个输液大厅。输液大厅最基本的配置就是输液椅了，每张输液椅都配备了输液架，方便悬挂盐水瓶。我在输液椅的一旁做了一个护士站，帮助需要输液的病人扎针。输液大厅的基础配置就是这些，随后我还添加了滤纸、洗手台、饮水机等辅助设备。这样一个宽敞舒适的输液大厅就搭建完毕了。当然，不能忘记在这一层搭建一个厕所。厕所看着简单，但设施齐全，病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尿液取样。小都会医院的3层完成。之前摔倒的大爷出现了心脏骤停，抢救室的设备不足以完成全面治疗，需要立马进行手术。原来这位大爷是一名30岁的程序员，无穷无尽的熬夜加班导致他长期无法得到充足的睡眠。这次摔倒后，他不幸突发心梗。人命关天，在医院的第4层，我们就来建造手术室。医院的手术区在本层的左半部分，从电梯出来直走就可以进入手术区的无菌走廊。走廊的尽头就是1号手术室。手术室的中央是手术台，一旁的桌上摆放着各类器械，供主治医生操刀。进入手术室的医生以及护士需要身穿手术服，佩戴手术帽以及口罩。但我自己的人仔中，只有这个多年前的航天人仔包中的实验员勉强符合标准。另外2个乐高城市医院中身穿手术服的人仔并没有做好头部的防护，我们先用着，希望未来的医院中会出现更还原的手术室人仔。手术台旁还需要一张备用器械台，助理在有的时候需要传递工具给操刀医师。下一个登场的设备是麻醉机，手术期间需要对病人进行麻醉，同时也检测病人的生命指标。这是电外科单元，高频电刀，用于手术中的切割和凝血，减少病人的出血量。这是吸引器，用于清除手术中的血液、烟雾等，保证医生作业区域的视野清晰。这是内窥镜，通过把细长的管子放进体内来观察病人的器官组织。输液架用于向病人输送盐水或者血液。手术室角落的器械架供医护团队快速拿取手术所需的耗材，比如一次性手套。墙上的显示屏帮助显示生命指标，而另一边的保温箱用于存放温暖的液体或者衣物，维持病人的体温。最后我在墙上挂上时钟，以及可以调节的无影灯。手术室的一旁是玻璃窗，为了屏蔽外部光线，我又添加了一组窗帘，这样我们的1号手术室就完成啦。但与此同时，小都会中又出现了另一起人员受伤事件。伤员被送至了医院，也急需手术，所以我们需要额外搭建一个手术室，它的配置和1号手术室保持一致。我们的医生妙手回春，病人起死回生，他立马就生龙活虎了。在医生们的全力救治后，程序员小哥总算是捡回一条命。不过小哥的病情严重，仍需术后紧密观察，所以我们需要把他转移至 ICU 重症监护室。在搭建 ICU 病房前，
我在 ICU 区域也搭建了一个护士站，后方的柜子上摆放着各种救治设备，一旁也配有洗手台。护士站的桌子上配有电话和来客登记表，而病人的各项身体指标会被实时发送到这些电脑屏幕上，方便医生进行观测。下一步，我们来搭建2个 ICU 病房。病房首先需要的就是病床，病床两侧连接了心电图等观测设备，床边的铁架用于输液或输血，床的另一边配备了一台呼吸机。ICU 病房中还会配备不少昂贵的高科技设备，这是 CRRT 连续性肾脏代替治疗，它会模拟肾脏帮助肾功能受损的病人完成代谢。这是 ECMO 体外膜肺氧合，也叫人工肺，它用于心肺严重衰竭的病人，可以代替心和肺的功能。这是 IABP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，用来辅助心脏进行更有效的泵血。这是 Arctic Sun 体温管理系统，通过体表的水毯精准控制病人的体温。程序员小哥被转移进了 ICU，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。快速拼搭一下另一个 ICU 病房，所需的设备也是基本一致。我在 ICU 病房的墙上添加了一个医护人员照片墙，那么4层就还剩下最后一个空着的房间。这个房间呢，这回不是厕所，而是医护人员的更衣室。我用了侧向拼搭技巧制作了这样一排的衣柜，一短一长，靠在更衣室两边的墙边。前往手术室前，医护人员需要在这里换上制服。我们医院的第4层完成。还有什么常见的医院部门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呢？在医院的第5层，我们来搭建一个妇产科。这位丈夫带着临盆的妻子来到了医院，我们依旧先来搭建一个部门护士站，用来接待市民。孕妇来到妇产科，我们可以将它转移至待产区。待产区配备了几张床，床边配备超声波检测机器，也就是 B 超，用来观察孕妇肚子里的胎儿。每张床边还附带一把椅子，供家属陪伴。不同床位中间，我依旧搭建了窗帘来隔开，提供一定的隐私。待产区装修完毕。妻子即将生产，她需要暂时和丈夫进行告别。医生们则需要把妻子推至产科手术室，丈夫呢，只能在手术室门口进行等待。产科手术室的设备和4楼的手术室类似，包括了手术台、麻醉机、无影灯、电外科单元等。不过我在这里多添加了一个遮布，帮助孕妇遮挡住视野。而手术台旁还准备了一辆婴儿车，新生的婴儿宝宝就可以躺在婴儿车上了。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宝宝，多么幸福的一幕呀！不管是顺产或剖腹产，妈妈们都需要在医院里恢复观察一段时间。我们需要为他们搭建几间病房。我们这对新的准父母选择了这个独立病房，病床宽大舒适，床边时刻准备水杯和奶瓶，空调确保了室内温度适宜，家属可以在一旁的椅子上进行陪伴。我在独立病房旁边还设置了一个双人病房，给市民们提供一种更优惠的选择。有少部分婴儿出生后没法进行自主呼吸，我们因此需要一个新生儿复苏区。新生儿复苏区里有不少设备，最重要的是这台婴儿辐射保温台，用于维持婴儿体温。专业的医生会在保温台前进行复苏操作，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呼吸。我在房间里也放了几辆婴儿车。由于地盘限制，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给每间病房添加独立卫浴，所以5层最后的空间，我们来做一个公共卫浴吧。厕所的配置和前几层大同小异，厕所旁是淋浴间，配备了淋浴喷头和一个可以防止物品被打湿的储物柜。OK， 我们成功通关医院的第5层。欢迎来到医院6楼住院部。除了需要被重度监护的 ICU 病人外，其他需要留院观察的病人都会被安排在这里。老规矩，我们再从电梯出来的位置搭建一个护士站。护士们负责病人的日常护理以及接待病房层的访客。来客请登记。我们先来搭建更实惠的双人病房。病床的造型和之前妇产科的病床类似。病床床头的墙上一般会装有一个带超多插口的面板，用于连接各类器械。我用了乐高的印刷件来表示这个面板。病房内配有柜子和洗手台，
病床之间用了窗帘隔开。电梯颈后的空间可以用来做一个独立厕所，厕所里配备了标准的马桶和花洒。双人病房一共有2个，另一个就在隔壁。接下来我们有4个面积较小的单人病房。单人病房的病床可以设计的比双人病房宽一些，病房的其他配置都大致相同。我来迅速完成搭建。因为是住院部，病房当然就占据了本层大部分的面积。蓝灰色地砖的部分，相信你也能猜到了，是和上一层类似的厕所和淋浴间。最后呢，我们就剩下了这一个小房间，我们就来做一个院长办公室吧。办公桌、电脑、座椅，办公室没有太过复杂，院长可以在这里会见访客。6楼完工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医院的屋顶。屋顶现在还是空空如也，但一会儿它就会被各类设施填满。我们先来搭建屋顶的标配——大型空调外机。这个屋顶的左半部分，大型通风管道区域总算是完成了。那么屋顶的右边可以建什么呢？在上一期视频中，除了救护车外，我还搭建了一架全新的医疗直升机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修建一个直升机停机坪。不像老医院的小停机坪，我们新修的停机坪非常的宽敞，医疗直升机停在上面毫无压力。医疗直升机正在运送伤员。直升机的后舱门可以被打开，医护人员们把伤员抬到了停机坪上。那么他们该如何进入医院内部呢？我制作了一个斜坡，挂在了停机坪的边缘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松带着担架从停机坪上下来，来到通往楼里的电梯旁了。在停机坪与电梯之间的空隙里，我又添加了一些小型的空调外机。最后，我们把屋顶上的设施用带纹路的特殊砖包围起来，屋顶就完成了。我们最后还剩下一些外墙小细节没有添加，比如2层外墙上的这几盏装饰灯。在视频前期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，我在医院的正门上方预留了很多侧向拼搭孔。这些侧向拼搭孔是为了添加这个带有 Hospital 医院字样的白色顶棚，这下医院的正门看着就更加完整了。最后，我们在医院侧墙上添加一个医院的标志，那么小都会的新医院大功告成。下一步就该把新的医院搬进城市了。我对这栋蓝色写字楼的外观不是很满意，而且它里面也没什么内饰，空置很久了，所以我打算用医院代替它的位置。让我来对周边地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改造。原来绿色零件也那么脆吗？3 hours later， 地面改造完成，现在威利斯大厦和医院的中间是一条迷你的步行街。威利斯大厦群楼的店铺将更加明显，而复仇者大厦前的步行区域变成了道路。这条道路通向的是急诊救护车入口。由于我在医院内部搭建了完整的地砖和内饰，整个医院变得非常的重，我需要一层层的把它们放到指定位置。从 Studio 建模到把成品放入城市，
历经3个月，小都会的新医院终于投入运营。最后来给大家看看它在城市里的效果。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得到你的点赞和关注，让我们下期见。